一笔神操作，暴赚990亿，华尔街暴富神话诞生。汇率崩盘，银行被砸，这国乱了，又一个国家彻底乱了。一场汇率的崩盘式暴跌，彻底引发动荡。2月17日，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16日，黎巴嫩镑对美元的平行市场汇率跌破8万1，创历史新低，累计贬值幅度已超过98%。当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多家银行遭到了抗议者的暴力袭击，以表达对黎镑持续贬值和黎巴嫩银行业罢工的不满。同时，德国的罢工危机也愈演愈烈。当地时间2月17日，德国7座主要机场基本停摆，机场公职人员、保安和地勤人员为争取更高工资，发动了为期1天的罢工，导致超过23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30万旅客出行。令德国当局担忧的是，罢工恰逢为期3天的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预计将有40多位国家元首和60位部长出席。而在华尔街，2023年第一个暴富神话已经诞生。据特斯拉的股东注册表显示，一位神秘的新股东 Ostrom 在2022年第4季度大举抄底买入特斯拉股票1.71亿股，以最新股价计算，其在2023年的前6周内，浮盈已高达1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90亿元，堪称一笔神级操作。随着美国股市今年年初走高，美股散户正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狂飙入市。当地时间2月16日，据研究公司 LandaTrack 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个月，美股散户投资者平均每天向美国股市注入15.1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汇率崩盘，银行被砸。2月17日，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16日，黎巴嫩镑对美元的平行市场汇率跌破8万1，创历史新低。报道称，受此影响，当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多家银行遭到了抗议者的暴力破坏，数十名抗议者在银行前燃烧轮胎，并投掷石块，砸毁店面，以表达对黎镑持续贬值和黎巴嫩银行业罢工的不满。本月初，黎巴嫩银行协会宣布举行无限期罢工，只有自动柜员机可以正常使用。有黎巴嫩储户愤怒表示，物价飞涨让经济崩溃，1美元相当于8万黎镑，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银行应该随时通知民众，怎么能突然关闭所有银行？据路透社报道，2月16日当天，至少有6家银行遭遇袭击。近年来，受政治经济、贝鲁特港大爆炸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黎巴嫩镑对美元的平行市场汇率跌幅已超过98%，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日益艰难。同时，黎巴嫩银行对个人提取外币实施严格限制。随着经济危机加剧，针对银行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对黎镑汇率飙升，美元在黎巴嫩大行其道，包括有线电视、能源等行业的供应商只接受美元，收入构成中只有黎镑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部分居民只能靠亲友从国外汇回的美元救济。当地时间2月16日，黎巴嫩看守政府经贸部长阿明萨拉姆宣布，从2月22日开始，黎巴嫩的超市将用美元对食品标价。同时，黎巴嫩还面临着通胀危机。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援引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黎巴嫩的食品价格通胀率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另外，据黎巴嫩中央统计局数据，2022年该国通胀率超过170%，且恶性通胀已持续1年多。黎巴嫩大约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曾被称为中东的小瑞士、小巴黎，是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商贸、旅游、交通的重要枢纽。其经济属于外向型，对外依赖非常严重，且金融业占比高，制造业、农业等产品都依赖国外进口。因此，汇率的暴力贬值，直接带崩了该国经济，暴赚近1000亿元。2023年第一个暴富神话已经诞生了。近日，在特斯拉的股东注册表上，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新股东 Ostrom， 是法国贸易银行
投资管理公司 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旗下一家鲜为人知的3770亿欧元子公司，主要代表欧洲保险公司投资债券。据特斯拉的股东注册表显示，该公司在2022年第4季度买入了大量特斯拉股票，买入股数达 1.71 亿股，持股数量升至 1.903 亿股，已超过贝莱德 BlackRock， 成为了特斯拉第3大股东。众所周知，特斯拉在2022年遭遇了罕见暴跌，其股价一泻千里，全年跌幅接近 70%。而在去年第4季度，Osborne 极其精准地把握住了最后的抄底时机。进入2023年，特斯拉股价上演大反攻，截至最新收盘，年内涨幅已接近 70%。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Osborne 持有的 1.903 亿股特斯拉股票的市值接近396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其在去年第4季度抄底的 1.71 亿股，在短短6周时间内，盈利金额高达1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90亿元。相比之下，新对冲基金之王 Citadel 去年创纪录的交易收入约为280亿美元，净利润16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股散户投资者也在大举抄底特斯拉股票。据研究公司 Anatrick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美股散户资金流入特斯拉的总金额已经达到9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6亿元，遥遥领先于其他美股。近日，关于特斯拉的大消息也是应接不暇。2月17日，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国产特斯拉 Model Y 双电机全轮驱动涨价2000元，其中 Model Y 长续航版涨至 31.19 万元， Model Y 高性能版涨至 36.19 万元。另外，特斯拉在美国再度遭遇召回风波。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特斯拉正在美国召回362758辆配备了辅助驾驶软件的汽车，该软件被称为全自动驾驶测试版或 FSD 测试版 FSD Beta。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网站上的通知显示， FSD Beta 系统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疯狂的散户。随着美国股市今年年初走高，美股散户正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狂飙入市。当地时间2月16日，据研究公司 Anatrick 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个月，美股散户投资者平均每天向美国股市注入 15.1 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 Anatrick 通过监控着美国9000多只股票和 ETF 的散户投资活动而得出的数据。该机构的策略师在报告中表示，最近的调查显示，尽管机构投资者群体仍普遍看空股市，但低估散户群体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散户大举买入的趋势与1月份的零售销售和就业数据相符，表明消费者仍保持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购买力水平。Anatrick 提示，所有投资者应该重视美股散户们集体发出的信号。除了特斯拉以外，美股散户们第二青睐的投资标的是跟踪基准股指标普500指数的 ETF。2023年，该标的获得散户资金流入额达36亿美元，并推动该基金上涨了超 6%。此外，亚马逊、苹果、英伟达分别为散户最青睐的第3、4、5位投资标的，今年以来分别获得了18亿美元、17亿美元、14亿美元的散户资金流入。这3只股票的年内涨幅分别为 15.7%、17.6% 和 46.4%。同时，美国散户们还热衷于高投机性的投资标的，例如木头姐凯西伍德 Cathy Wood 管理的旗舰基金 ARK， 作为高科技股的风向标。ARK 在2022年经历了净值暴跌和大笔资金流出，而今年迄今为止，散户投资者为该基金投入了 1.69 亿美元。同时，散户投资者还在大量买入 ARK 基金的重仓股，例如 Coinbase、Block、Roku 等。而这正是约2年前美股散户投资潮爆发时的现象。Anatrick 的团队表示，在2020到2021年，
散户投资者会在购买 RPTF 的同时买入一些更容易被炒作的标的，这是很常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散户投资者对这些股票的买入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凯西伍德等公司管理的基金。